我的母亲死于闺蜜苏云烟的车轮下。不好意思啊，婉晴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周婉晴，我爱的是云烟，哪怕她杀了人。杀人偿命！婉晴，嫁给我，我会成为你一生依靠。苏云烟的事交给我，我一定送她入狱。顾总，当初您跟周婉晴结婚就为了一张谅解书，不过一桩车祸案，您何必把自己也搭进去？顾总，苏云烟蓄意杀人，你怎能这样？婉晴知道你用她救凶手，她怎么办？够了！我不信她故意杀人，肯定是意外。周阿姨后事我已处理，只要救云烟，丢公司丢命我都愿意。天网恢恢，你为杀人犯伤无辜，婉晴知道你就完了。那就一辈子不让她知道。云烟该出狱回国了，去安排，别被婉晴发现。原来我妈那次致命车祸根本没立案，苏媛媛从没坐牢，一直在国外逍遥，真是讽刺。我视为救赎的婚姻，竟是放走杀母凶手的遮羞布。顾青舟，你所有的温柔低头、隐忍退让，都是为了救你的挚爱。3年婚姻，我活在你编织的谎言里，自以为幸福，却是无间地狱。来了怎么不进去？等了多久了？刚到，知道你最近忙，给你送点自己熬的粥。刚才秘书说你在开会，我就没好进去打扰，先出来了。下次别送了，你身体不好，累到了我会心疼。他的怀抱还是暖的，我却只觉得彻骨的寒。苏云烟快出狱了，都过去了，我不追究。谢谢老婆体谅。原来这3年，他一直躲在马尔代夫，而他一直在看着他。我妈的命就值这些。我以前问过他那个等字是什么意思，他说随便写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他是在等他回国，等他自由。而我，哪怕哭闹过无数次想要一张生活合影，他都说没必要。不是没必要，只是我对他来说不是必要。3天。告别这场骗局。婉晴，你注销什么身份证？你注销什么身份证？身份证快过期了，我预约时间去补换。今天不是还要谈项目吗？去忙吧。谢谢老婆，能娶到你这么贤惠的太太，真是我的福气。作为奖励，今天老公送你一份大礼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在家等你。周小姐，关于你问的那份谅解书，法律规定，近亲属在特定情况下有权签署。3年前，你将案件全权委托给顾总，由于你们的夫妻关系，那份谅解书已经产生法律效力，不可追回。麻烦帮我打印2份离婚协议。刚才上去的是顾太太，气质绝了。顾总给她买限量爱马仕，好甜。为她建海外酒店，青梅竹马太甜。云烟，这3年你还好吗？云烟，这3年你还好吗？挺好的，每天睁眼就能看见大海，全是自由的气息。还没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肯定……别说这些了，都过去了。我相信你不是故意伤人。我帮你也是为了帮自己。你呀，这么多年还是这样。要是被婉晴知道你偷偷帮我，一定会跟你大闹一场的。包太贵重，
你给婉晴吧。顾总，合同啊，顾太太，婉晴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别多想，我们只是叙叙旧，没别的。婉晴，好久不见啊。没事，逛街顺路看看你。既然你在忙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婉晴，我就是问问他在狱中过得怎么样。都3年了，恩怨该放下了。你为救仇人牺牲婚姻陪我演戏，这深情戏码到底装给谁看？都过去了。放心，我不是不懂事的人，说话算话。你忙吧，我会乖乖在家等你的。对了，明晚沈家要举办一场晚宴，庆祝云烟从国外进修归来，到时候你打扮的漂亮点，跟我一起出席。我知道了。为了陪他吃饭，连戒指都摘了。太太，这是顾总特意为您挑选的今晚晚宴的礼服。顾总说公司忙，晚上直接在宴会厅接您。这是顾氏去年上一季淘汰的旧款，甚至连苏云烟刚才试穿那件高定的一根丝都比不上。今后，沈氏集团所有跟顾家合作的项目都由苏云烟小姐全权负责。这苏小姐真是好命啊！沈总和顾总这2个竹马都把她捧在心尖上宠着。这就是那位顾太太。顾总不是刚给苏小姐送了限量款爱马仕吗？怎么自己的老婆穿成这样就出来了？婉晴，青州正忙，我带你去露台透透气。周婉晴，这么多年你还是一样没用。这3年我都在国外，托你丈夫的福，过得别提多好了。你不会以为青州跟你结婚是因为爱吧？实话告诉你，要不是你当时死咬着要起诉，他连一个眼神都不会给你。他娶你只是为了救我，周婉晴，你就是个笑话。你。周婉晴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云烟好心招待你，你凭什么推她？当年的事情，你不是说过你不会再追究了？今天又闹什么？我闹？顾青州，当年的事情，你们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？解释什么？云烟这3年不是都已经给你赔罪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一码归一码，不管之前如何，也不是你今天对她动手的理由。周婉晴，现在就给她道歉。别为难婉晴，当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她。今天的事就当是我给她赔罪了。既然她这么讨厌我，以后我们还是不要联系了。我不想让你为难。这是怎么了？来人，将顾太太请出去。顾太太，这场合不欢迎你，请吧。婉晴，到家了吗？云烟毕竟是刚出来，受了3年的苦，情绪难免有些不稳定。
刚才在宴会上，我也是没办法，沈家和那么多宾客都在看着，如果我不让你道歉，场面根本压不住。你别怪他，好吗？今天让你道歉，其实只是演戏给沈家看的，毕竟接下来的合作还需要沈轩配合。你乖乖在家等我，等我处理完这边的急事，晚上就回去给你赔罪，好不好？我之前说过会送你一份大礼，已经在路上了，别不开心，笑一个。苏云烟只是从几级台阶上滚下去，连骨折都没有，仅仅是一点微不足道的擦伤。顾总，您真的决定要把国外那家云境酒店转给苏小姐？那可是公司这几年唯一的海外重资产，如果现在转让，算上违约金和税务，我们公司得倒贴上亿啊！那是他这3年受苦的补偿。我说过，只要能让他开心，钱不是问题。可是董事会那边怎么交代？不用了，按我说的做，这是我答应他的。除此之外，你再去拟一份合同，把顾氏集团我名下1半的股份也转让给云烟。一半的股份？顾总您疯了吗？那苏小姐就成了顾氏最大的股东之一了。废话少说，马上去滚。婉晴，抱歉让你等久了，我马上就回家。对了，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那你先忙吧，我不打扰了。好，你乖乖在家等我，我处理完这些琐事，马上就回去。周女士，这是您母亲当年车祸案封存的谅解书复印件。麻烦寄到顾氏集团总裁办。好的。需要保价吗？不用。距离航班起飞还有3小时。乘坐 CA13134航班可请注意，请您尽快前往 H06号登机口办理，谢谢。请您带好随身物品，出示登机号前往 H06号登机口登记。顾总，太太好像不在家，灯是黑的，门都敲了10几遍也没人应。婉晴，让助理把礼物送到家了，怎么不开门？你是不是还在为昨晚的事生气？云烟这次摔得不轻，我总得留下来安抚一下。别闹小脾气了，听话，把门开了。老公忙完这点事马上就回去。这次送你的礼物，你绝对会喜欢的。请您调直座椅靠背，收起小桌板，系好安全带，并关闭所有电子设备。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不好了，顾总，出大事了！太太发现3年前您伪造的那份家属谅解书了。你说什么？谅解书？王律师，你是不是这些年帮我处理赃事，处理的老糊涂了？在这跟我开什么玩笑？那东西在警局的档案库里封存了整整3年，连尘土都积了几层了。周婉晴她怎么会突然发现？我也不清楚啊，但这复印件确确实实是太太寄到公司总裁办的，是指名道姓寄给您的。顾总，我怀疑太太已经知道当年的全部真相了。刚才拼命给她打电话想解释，想说是流程上的误会，但是她根本不接。我还没来得及去警局问到底是谁背着我们给她调的档，就赶紧先过来跟您说一声。顾总，这下该怎么办啊？太太如果拿这份证据去起诉，或者捅给媒体，顾总，
公司这几年好不容易立起来的深情总裁人设和商业信誉，只要一曝光，就全完了。这可是伪造法律文书，妨碍司法公正，是重罪啊，顾总。青州，青州怎么了？是不是公司出什么大事了？要不你快回去看看吧，我没事的，真的，一点小擦伤而已。一会儿沈轩忙完就过来了，你不用守着我，快去忙你的事情吧。对不起，云烟。周婉晴突然不见了，我怀疑她拿了一些不该拿的东西，我怕她出事，得立刻回去看看。我还当是什么天塌下来的大事呢。青州啊，婉晴那个人，她就是那个脾气，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她了。估计是昨晚沈家宴会，你让她给我道歉，她还在气头上，故意躲起来吓唬你呢。你越是找她，她就越觉得自己拿捏住了你。过2天她自己想通了，自然就乖乖回来了。你还是先看看公司的事吧，王律师都急成什么样了，万别因为这些家务琐事耽误了工作。婉晴那么爱你，她以后肯定会理解你的苦衷的。还是你了解她。王律师，先回公司，公关部全员待命，把所有关于3年前的旧档全部物理隔绝。王律师，你先回公司，带人去找婉晴可能去的地方，尤其是机场和车站。明白，顾总，我这就去查监控。记住，动作要快，一旦有消息，立刻通知我。青州，其实你真的没必要这么紧张。婉晴那孩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向来喜欢用极端方式博取关注。你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，有一次你没带她去公园，她把自己反锁房间哭了一整天，最后你拿棒棒糖，她就乖乖出来认错了。她呀，就是被你惯坏了，这次肯定也是一样，觉得在宴会上受了委屈，就拿那份什么谅解书出来做文章。其实她哪里懂什么法律啊，不过是想让你多哄哄她，或者是想从你这儿要点更贵的礼物罢了。青州，只要你回来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不闹了，我再也不提车祸的事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他以前就喜欢小题大做，上次你出差没陪他过生日，他闹着要离家出走，连小区门都没出。这次动静更大，还去寄复印件，真是越来越无理取闹了。青州，你得狠下心来冷他几天，不然他以后真会骑在你头上。够了，婉晴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了解她。我了解她。青州，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别乱动，还没输完夜。对不起，青州，你别生气。我知道婉晴是个好姑娘，我也知道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。这3年来，要不是你一直在背后帮我护着我，我这种罪人，我恐怕早就死在外面了。青州，你知道我这个人的，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太在乎你了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没怪你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每晚闭上眼，都是周阿姨倒在血泊中的样子。当年那场车祸，真的只是我的无心之举啊！我那时候刚拿到驾照没多久，我只是想替婉晴去接机，想给她一个惊喜，带她回家的。谁能想到那辆车的刹车会突然出问题？我想踩刹车的，我真的拼命踩了，可它就是停不下来。我就那样看着周阿姨出现在车轮前，我从来没想过会变成那样。
刹车失灵。顾先生，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有效的制动痕迹，车辆制动系统鉴定性能完全正常。这场车祸绝对不是意外，是主观加速撞击。我一直告诉自己，那是警察弄错了。云烟这么善良，怎么可能杀人？青州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我……别说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。既然已经翻篇，没必要再翻来覆去的提。我公司还有点急事需要处理，一会儿我会给沈轩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看着你。青州，沈轩他太粗心了，你别走好不好？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婉晴会……沈轩是你的丈夫，让他照顾你最合适。我先走了。青州。说，顾总，我已经亲自去警局核实过了，调档记录显示，就在1天前，太太独自一人去了警局，调取了当年案子的所有封存卷宗。警察说，太太当时表现得很平静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是静静地看完了所有口供和现场照片，最后她只复印了一份那张您签署的谅解书，就立刻离开了。顾总，警局那边说了，因为3年前有那份法律效力完整的谅解书，现在时间还没到申诉期，证据链也早就封存了，所以他们暂时不肯重新立案。但问题是，太太一定是发现不对劲了。她那种性格，如果不是抓到了实证，绝不会这样不声不响的寄付意见过来。顾总，您还是快回去看看吧，万一他……你刚才说是什么时候？是1天前，昨天上午。你注销什么身份证？身份证快过期了，我预约时间去补换。谢谢老婆，能娶到你这么贤惠的太太，真是我的福气。该死！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. 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朱婉晴， Sorry. 最好只是在闹脾气， Power 你 off. 给我乖乖待在家里。该死！接电话，周婉晴，你接电话！婉晴，老婆，我回来了。我带了你最爱的甜甜，你别躲着我了，好不好？照片呢？那么大的照片，去哪儿了？婉晴，你别吓我，出来啊！全都不见了！不可能！
青州，你看这支口红色号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，你涂什么都好看。我忙先走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万强，别闹了。青州别看了，先喝口粥，我特意加了你最爱的干贝。好，放那儿吧。老婆辛苦了，等我看完这几行。记得趁热，你胃不好。知道了，你先睡乖。我以为只要我按时回家，只要我偶尔拍拍他的手，就是爱。青州，明天能不能陪我去看看我妈？明天有重要跨国会议，乖，等我忙完这阵子，一定陪你去，好吗？一定要等忙完吗？听话，让司机送你，多买点周阿姨喜欢的花。我以为我给了你全世界最好的物质，我以为你会理解我的忙碌。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面对那些？既然周小姐已经发现了，肯定是不会再回来。她没把你告上法庭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你还是死心吧。死心？你让我怎么死心？她一个人能去哪儿？顾总，现在不是谈感情的时候。这份协议是他留给你的最后体面，万一激怒他，让他把3年前那件事捅出去，公司的一切就全完了。我不会放弃的，只要能找到他，不管他是想送我坐牢，还是要我身败名裂，我全都接受。我提醒过你，用结婚换谅解书的行为不可取。你既然当初选了这条路，就该知道，你跟周小姐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单纯了。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，我不明白你还要找她干什么。你想说什么？说对不起，不该用他的名义放出害死他母亲的凶手吗？还是跪下道歉，说你不该为了一份谅解书骗取他的婚姻？云烟是无辜的，这件事本就……顾总，我身为律师，好心提醒你一句，不要一叶障目，用感觉判断真相，在法律上最不可取。法官不会听你的感觉，警察更不会根据你的感觉判案。当初车祸的案件，所有证据都指向了苏云烟。他是怎么出现在那个地方的？又是哪儿来的故障车？为什么他会知道周阿姨正好那时候下飞机？为什么正好是他过去接人？还有，以家属的名义出具谅解书，又是谁的主意？顾总，你是聪明人，我只提醒到这儿。这件事里，只有周小姐一个人称得上是无辜。你的爱情不该靠她母亲的死来成全。
青州，什么时候下班？我今天去市场买了最新鲜的干贝，做了你最爱的海鲜粥，快回来喝。在忙。今晚还应酬吗？我今天准备了蜡烛和蛋糕，我想等你回来一起过生日，晚一点也没关系的。那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却在沈家的酒会上，为了给苏云烟拿回一个合作项目，喝到了烂醉。天冷了，我给你买了件羊绒外套，尺码是我按你现在的身形挑的，你回来试试合不合身。原来连针脚都是你挑的。青州，真的不能陪我去看看我妈？我想给她烧点纸钱。能帮我查查这份离婚协议是从哪儿打印的吗？我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求你帮帮我。您去哪里？去这里。终于能喘口气了。原来我已经一整天没吃过东西，没喝过水了。到了世界的另一端，可是我也不觉得开心。女士，请问有预定吗？一个人，靠窗的位置。加一个，加一个，加一个 ，Kisser！ 那时，我以为这种仪式感就是一辈子的承诺。原来，幸福是可以传染的。为了这对迷人的小家伙，今晚全场免单，由我请客。美丽的女士，你也应该快乐。
哪怕赔偿巨额违约金，我们也绝不跟吴新宇的公司合作。协约函拿走。除非顾总能给全行业一个交代，否则顾家的所有原料供应从今日起彻底切断。京师就这么大，沈家一发话，谁敢帮他？顾青州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这3年，背着我给苏运言转账上千万，眼都不眨一下。现在不过是一个酒店一半的股份，反倒在这里装什么矜持？我这个绊脚石已经走了，不该开香槟庆祝吗？婉晴，是你吗？你听我说，婉晴，你听我说。顾总，要不您还是先看看合同吧。最近网上舆论影响太严重了，不少合作庄都要毁约。公司这么下去，人呢？顾总，什么人？沈总那边的人已经在小会议室等了3个小时了。要不您……我问你，让你找的人呢？顾总，我真的尽力了。这2天我查了全市所有的星级酒店民宿，甚至是周边的短租房，都没有太太的消息。车站、机场、高速轮口，所有能查到的实名购票系统我都让人盯着了。可周婉晴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顾总，公司现在乱成一锅粥，公关部都快瘫痪了，我实在没办法把所有人手都派出去找人啊。顾总，审视的人还在等，这份合同事关集团死活啊！顾先生，您别急，慢慢说。您要报案寻找失踪人口，姓名和身份证号提供一下。周婉晴，身份证号是370829197806243171。这查到了吗？顾先生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搞错什么？系统里查不到周婉清这个名字的相关有效信息。我们这边显示，周小姐的信息已经在1周前由本人申请注销了。注销？什么意思？注销信息意味着她在这个国家的公民档案、户籍记录全部失效，甚至所有的银行卡、社交关联全部失效了。如果您不能提供周小姐注销后的新身份信息，我们也没办法在茫茫人海中帮您定位。顾先生，请回吧。不换原来不是不换，是注销。我知道了，顾先生，请您先放手。快去政务服务中心，他一定在那儿留下了新的痕迹。先生，还没到办公时间，请在外面。市局办案，协助调查一个叫周婉晴的注销记录，以及她重新办理的身份信息。庆州，我伤口疼得厉害，沈轩不在，你能不能来看看我？你怎么不回消息？是不是婉晴又在那儿胡闹？你别理她，我真的很难受。
顾先生，冷静点。情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顾先生，请坐下等。你这样转得我头晕。查到了。用这个身份信息，立刻去查各大航空公司的出境记录，快！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。林秘书，订票，最快的一班去多伦的头等舱，哪怕是私人飞机，我也要马上出发。有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在忙啊？要是你在忙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反正我也习惯一个人疼了。感染了你就找医生，找我能怎么样？我是能帮你消毒，还是能替你止痛？青州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以前从来不会对我这样大声说话的。是不是婉晴找到了？她跟你说什么了吗？我知道周阿姨去世，她心情不好，对我有点误解也是应该的。如果她跟你说是我自己摔下去的，你千万别跟她。等我出院了，我亲自去给她跪下赔罪，好不好？苏云烟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别把婉晴想的和你一样卑劣。她在我跟前整整3年，从来没说过你半句不是。倒是你，每1分钟都在阴阳怪气的抹黑她。青州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怕她误会。误会？当年的车祸到底是不是意外？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那晚的宴会，你到底是怎么摔下去的？你也比谁都明白。婉晴那个性子，她根本做不来这种卑劣的戏皮，她甚至不屑于对你动手。苏云烟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得了这3年的我，你骗得过你自己的良心吗？那件事已经过去3年了，你现在口口声声提起来，是想听什么？想听婉晴大度的不怪你了，还是想听她卑微的承认自己做错了？你凭什么这么糟蹋她？网上的那些针对婉晴的舆论，你以为我真的看不见，真的查不到是你买的水军吗？我给你3天时间，把所有脏水给我洗干净，把真相给我发出去。等我从多伦回来，苏云烟，我希望我们以后再也不要联系了。他竟然找过来了。婉晴，是我，婉晴，我来找你了。我知道这3年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让你受委屈了。求你，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解释，好不好？没必要了，顾青州。事到如今，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吗？解释那份谅解书不是你伪造我的签名写的，解释马尔那家名为云境的酒店不是你为了苏云烟建立的，还是解释这3年来每个月准时转给苏云烟的那100万，不是从你顾大总裁的私人账户里发出去的。你从什么时候？顾青州，我们之间早就不需要解释了。我知道你喜欢他，喜欢到可以亲手抹掉杀害我母亲凶手的罪名。现在我离开了，给你们机会长相厮守，你又非要跨越大半个地球找我干什么？是想看我离开你之后活得多狼狈吗？看看我现在这样，是不是让你失望了？婉晴，你听我说，云烟她在国外举目无亲，我只是怕她没钱生活，我没有别的私心。至于那家酒店，那真的是凑巧赶上了。顾氏在海外的产业本就不多，当时正好那个项目在动工，我真不知道他最后会选择去那里。
婉晴，那真的只是巧合啊！够了，顾青舟，这些话你自己信吗？跨国酒店100万供养，名字带他痕迹，你告诉我是巧合？顾青舟，我不是3岁小孩，你这拙劣谎言骗了我3年还没够吗？和你相处的每一秒都让我无比恶心。你以为我离开你是因为使小性子吗？不，是因为在那座满是谎言的房子里，我只要一闭上眼，就能想到我妈临终前的样子。她浑身是血倒地，你拿我妈的命换杀人犯自由，还要我感激你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顾庆舟，你的对不起能换回什么？能让我妈活过来吗？能让苏云烟抵命吗？道歉没有用，别再来找我！我恨自己爱你3年，认仇人为救赎。我来投案。3年前，苏云烟撞人致死案的家属谅解书是我伪造的。这份协议是在受害者亲生女儿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由我利用婚姻关系的漏洞私自签署的。按照法律，由于存在严重的民事欺诈和刑事伪证行为，这份谅解书从一开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。本司及审宣个人对苏云烟涉及的刑事案件毫不知情。鉴于苏云烟涉嫌重大刑事犯罪，沈轩先生已于今日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解除双方名义上的夫妻关系，并撤回所有资产转让。本台消息：顾氏集团总裁顾青舟主动向警方投案自首，涉嫌顾青舟，你疯了！为了那个贱人，你居然要亲手送我去坐牢！沈轩，你这个懦夫！原告方，请陈述诉讼请求。我方要求撤销过去3年内对被告苏云烟名下共计3600万人民币的所有资金转让，并收回马尔云境酒店的全部产权。顾庆舟，你疯了！那是你自愿给我的，那是非法谅解换来的不当得利。苏云烟，你用我妈的命换来的钱，哪怕是1分钱，你也别想带进监狱。是你求着要娶周婉晴的，是你求着要送我出国的，现在你装什么深情？顾庆舟，你才是那个最虚伪的恶魔！所以我陪你一起下地狱！双方情绪激动，现场一片混乱，请大家遵守法律。被告人苏云岩3年前交通肇事致人死亡，且存在主观恶意撞击，现因谅解督书欺诈失效，合并恶意非法占有巨额财物，数罪并罚，有期徒刑20年，没收个人全部非法所得，并立即追回欠原告顾青舟之巨额赔偿款。若无力偿还，将依法强制执行，并追加民事制裁。我没钱，我没钱还。顾青舟，你杀了我吧！你让我拿什么还？顾氏，顾氏集团倒闭，问题问题啊！婉晴，这回你总该满意了吧？周小姐，你的作品非常有生命力，尤其是那组关于重生的主题。恭喜你，你被录用了。谢谢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。
婉晴，这组设计的力量感太惊人了，那种从束缚中挣脱而出的生命力，简直让人灵魂战颤。谢谢，婉晴，你是我见过最清醒的设计师，好像没有什么能扰乱你的步调。周姐，那组重生系列的主打款已经送去打样了，大家都说那是今年多伦时装周的黑马。周小姐，有您的包裹，是从京市寄来的。周，大喜事！你的重生系列被组委会全票选为多伦时装周压轴作品。主办方刚刚特意发来邀请函，还点名希望你作为压轴设计师致辞。知道了，放在那儿吧。谢谢。妈，我现在过得很幸福，很充实，不用为我担心。这个系列叫破茧，送给每一个曾深陷黑暗却从未放弃寻找光芒的人。他真的成了压轴设计师。林夫人说，周婉晴现在是多伦设计界的宠儿，她身边有很多优秀的合作伙伴，她过得非常充实。好，她本该就是这样的。赵律师，帮我带句话给林夫人，让她以后不用再关注了。婉晴，对不起，愿你平安顺利。周，能邀请到你这位时装周的宠儿参加我们的沙龙，真是我的荣幸。我很喜欢这里的宁静。周，那边有些年轻设计师在探讨你的破茧系列，你要去听听吗？当然。妈，您看，多伦的阳光和水土也养得惯这白茶花。
婉晴，哎呀，你那儿天黑了吧？快让林姨看看，这脸蛋儿可算养出点肉色了。多罗的伙食还行吧？林姨，我好着呢，我自己会做饭，昨天还包了您教的荠菜馄饨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婉晴啊，咱们在新闻里都看到了，你现在出息了，成了大设计师了，你妈在天有灵，肯定高兴坏了。婉晴，你看你在外面也待了大半年了，最近国内春天风景好，老街坊们都念叨你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国看看？等有空就回去。好孩子，听到你这么说，林姨这颗心才算是落了地。你不知道，去年你走的时候，那脸色白得像张纸，可把我们这帮老邻居心疼坏了。是啊，婉晴，咱们老街坊都念着你的好。你妈生前种在弄堂口的那几株白茶花，今年开得特别旺，大家都说这是你要回来的兆头。林姨、李叔，以前的事我都忘了，在那儿摔了跤，总不能一辈子不走路。多乐很好，但我最想念的还是您二位做的腌笃鲜。哎呦，这好办！你回来的那天，林姨亲自去菜市场挑最鲜的春笋，保准让你吃个够。婉晴啊，那个顾家那边最近动静挺大的，听说那顾青舟把自己所有的房产都捐了，人也不见了。你这次回来，万一撞见……对我来说，那些事情已成定结，无法改变。最后他是落得了不好的下场，也谈不上什么复仇的心理。妈，我可以回去见你了。那些事都在泰晤士河的风里吹散了。